艺人虞美人日前参加干眼症论坛，她表示自己深受干眼症之苦，并呼吁大众必须要正视干眼症与眼睛干是两件事情，不仅会影响生活品质，更有可能会因此影响视力。眼睛干跟干眼症是两个逻辑，各位要非常正视这件事情，要区分这个事情。干眼症就是一个多原因的眼表疾病，好，那它因为泪膜的不稳定产生的眼睛的症状，所以我们诊断干眼症从症状入手，从检查切入，看它是属于干眼症的哪一个形态，才能够做正确的诊断，否则干眼症的症状会跟众多的发炎疾病会混在一起，所以还是除了症状以外，还是必须做泪膜稳定性的检查，才能够做正确的诊断。干眼症跟眼睛会干，我再讲一遍，它是两个逻辑。我们难免偶尔眼睛会干，我们就以为休息一下就好，点个药水就好，或者睡饱一点就好。但是干眼症它已经是一个症状了，它就不是你靠这些东西步骤它可以改善，而是你必须去正视，要处理这件事情。我其实是治疗后分泌物变多，治疗后比较多，因为这个中医师可以帮我作证哦。他那个时候有跟我讲说，你这2个礼拜我去治疗之后，他这2个礼拜呢，因为他把我的那个睑板腺打开了，所以我里面有很多累积多年的一些比较软质的气死啊，然后他说会分泌，所以其实我本来以为就是分泌嘛，就没想到是分泌的还蛮多的，所以表示那个这个治疗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这样子，我们眼睛表如果太干燥的话，它其实有时候会去刺激我们的眼睛产生那种反射性的异类，那所以导致病人他其实干眼症，他最初的一些症状其实就是眼睛一直在流眼泪，甚至你仔细检查一下，你会发现他的眼睑板其实都是处在发炎的状况。所以我们在临床上常常会见到一些其实过失的病人，他其实根本就是干眼症的 case。你本来里面的睑板腺的油，像清澈的橄榄油，这个是上好的橄榄油变什么？变去死，变牙膏了。那它出不来，它品质不好，它就没办法锁住保护你的水。这时候呢，你点再多的泪液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泪液一下去就没了嘛，因为你的锁水不够。所以这个时候需要的就不是只有干眼症的补充人工泪液，你点再多，可能效果也很有限。所以我们这边眼科的这个脉冲光在这个美国 FDA approve、台湾 FDA approve 的东西差在哪里呢？第一个，它的探头是小的，那它波长相对上是没有这么深的，大概在590到600，所以你打进去的时候呢，刚好落在睑板腺附近的血管跟色素层。它其实脉冲光它的功用主要是有3种，一个就是主要就是说它会产生一个热。然后这个热的话呢，就会让那个眼睑板这个脂质会融化，所以比较能够疏通这个睑板腺。那第2个的话就是抑制发炎，因为它让眼睑周遭的一些血管把闭锁，对啊，以后雷射打完以后血管闭锁，所以抑制那个发炎。那发炎没有的话，就比较眼睑板就比较不会萎缩。那第3个的话就是说它会恢复这个细胞的功能，所以让睑板腺的功能能够恢复这样子。这有3大的功能。那根据2020年美国他们医学界，他们已经确认，就是说干眼症真的是可以用脉冲光来治疗。那事实上有80%跟睑板腺的这个阻塞会有关系，所以事实上我们在脉冲光的一个出现，或者是其他包括就是说眼睑的按摩，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类似的产品，都对于我们的病人有相当大的帮忙。你怎么去判断你自己是不是睑板腺的阻塞？其实也非常简单，如果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分泌物非常非常多，眼睛会红，黏黏的张不开，这种情况你可能要考虑，或者是怀疑自己有睑板腺阻塞的问题。有一个美国的小学同学是这个时尚记者，就难过嘛，就是扎没用的时候，后来发现他是中度以上的时候，脉冲光这个治疗就是切入给我们眼科是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可以改善患者的症状。干眼症，我相信很多医师在治疗经验上都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很容易一下而且一次能够一劳永逸的就可以治疗好的问题，它常常会反复发生。那它是有内因性跟外因性同时存在，影响它的症状。大家对干眼症要有一个更大的疑惑，它就是一个慢性病。那它安不安全？其实脉冲光的角色就是，它就是因为安全，所以要多次。当它多次，就是它因为要顾及安全，
所以它就会在安全，它的要多几次的治疗才会达到的效果，其实就是着眼于安全。所以脉冲光。